们在我们的图层里面都有设定好站点的位置，就是其实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是，比如说我进入你的贵公司的工厂，我们一定已经画好了图层地图，图层地图之后设定好巡检点，不是有8个巡检点，图层地图画好8个巡检点之后，配置它的那个 GPS 定位，因为你会带一只手机同时，那个手机的 GPS 定位就会测定几点几分在哪个 location 是否正确巡检，正确巡检，正确时间。做正确动作，这3件元素加起来就是公安巡检必要的要素之一。然后在正确动作这个前提之下，如果巡检员面对需要做开关或者是把手的再确认的时候，再搭上我们的 AI 辨识，这样就可以达到完整的巡检功能。整个流程就是这样。当然，这是工厂的需求，他一定会不想要让这些东西在公有云上被人家看到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会建构私有云。私有云建构之后，配上5G， 就可以在这种大量的影像通讯，再配上 AI。串上5G 之后，就是整个完整的5G IoT 的架构。这个是我们的整个架构内容。我现在眼前有一个7寸的平板，但目前你们看不到所以呢，我把这个画面呢投影到这边来。那我纯粹用语音指令，我双手从头到尾都不会去摸到眼镜大家看一下我怎么示范。同时背景音很吵，我们特别吵这种越吵越好，代表我们在嘈杂的工业环境下也可以使用。回到首页，好，这是我们的画面的首页。那你看到中文念进去，你就可以点开它，所以它没有任何学习曲线有人问我台湾国语、外劳国语可不可以那我用奇怪的中文试试看。应用程序。然后设定，好，角色老很奇怪回到上一页，好，它基本上都是只要念中文就可以。对不起，台语没有，我们有14国语言，但不含台语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的部分我念中文就可以点进去。那我的 Gyro Sensor 里面让我的头左右看，我就可以代替手的滑动。那这些 APP 在 Android 里都是免费的，你自己去下载就好了。安卓用户就会知道。回到首页。接下来我示范一下我怎么用这个相机。我这边有个1600万画素的相机，它可以上下的旋转。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使用摄影相机。好，所以在我右手边比的这个地方呢，有个1600万画素的相机，它是可以上下旋转的。那为什么要上下旋转？因为其实有时候工作人员他看桌底下，他是要蹲下来，要看上面的画面。那早期呢，你有手机或者是你带这种装置，你要这样。但是我们可以旋转镜头，所以就可以直接看天花板。他可以做他手边的事，然后看到天花板。后台的人可以看得到这个部分。对，好那一样我可以用语音指令做 zoom in 跟 zoom out 的动作。找一个好，这个我们可以做有一个圆盘，因为我们在做对焦。缩放等级3，缩放等级4，缩放等级5。拍摄，预览。好，这是我刚才看到的照片。我可以用语音指令呢，把这拍的照片再放大因为它是一张，在我眼前有一张照片缩放等级3，缩放等级4，冻结视窗。好，所以这是我站在这个距离大概拍那个的部分。好，这是我拍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我会用语音指令 call 远方的专家或者一些资深的工程师。假设他是右边这个部分的电脑。好，那我怎么样用语音指令来 call 他呢？回到首页。应用程序，那这个地方会看到有 Teams， 你可以讲英文，你也可以讲它右上方的数字，选择第13项，视讯通话，所以它会 call 这台电脑。其实我手机也会有了，因为我手机也登录了同一个账号，所以你现在在家里，你也可以用手机接 Teams 来看到现场情况。但为了现在拍摄方便，我用那一台电脑来接好了。好，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，左边是我智慧眼镜里面的画面，右边是 Teams 的画面。好，所以它这个不是我眼镜里这是透过 Teams 的语音把画面抓下来。那它 latency 很小，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我的手放在这里，我拍我的手，那我不拍我的手，我拍我的手，
所以刚才你问到5G 的部分的话，如果它的频宽够，它 latency 就小。所以你这样子对于现场来讲说，比如说我现在在拍手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没有拍手，我在拍手，所以像这样 latency 就会很小。对，那同时我们也知道 Teams 可以分享画面给前线的眼镜或是前线的手机。那等一下我就后面操作一下，我会分享一个画面到这个眼镜里面。看左边这个电脑有一个分享画面，这是大家在 Teams 会议都会看过的所以我选择分享。那我选择想要分享画面到我眼镜里面。所以在我眼镜里，现在我就看到一个智慧论坛有2个箭头。那当然呢，我也可以现场的加箭头。所以它现在我在我荧幕里面的画面呢，也会有一个指着第一现场。所以这个怎么用？如果后台的专家告诉你，我要是修的是这个按钮或是这个螺丝，你直接给它涂。所以我现在眼镜里看到的就是它有3个箭头，有左有右有上，然后一个方框框你就依照指示，而且从头到尾我双手都空出来的。我是纯语音指令。回到首页，应用程序 Teams， 返回会议，返回通话。那最后一个功能是我们早期如果你用 SOP 或是一些作业指导书，你要拿纸本的，作业人员、第一线人员看了纸本以后，再放下来，我再拿螺丝起子，然后再看一下 SOP 我再拿一下螺丝起子。那我们就可以做到解放双手，因为我可以把 PDF 的文件先放到我的眼镜里，我可以读到这个文件。好，我示范一下我怎么使用。回到首页，文件夹。好，我放了一张，其实我放了几个文件在我眼镜里那这个其中的第3项是我的作业指导书，那我就用语音指令把这作业指导书叫出来，选择第3项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的作业指导书，选择第3项。早期我要拿纸本，我纸本看完以后，我再放下来，我再用我的手去弄。那在我眼前，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有一个作业指导书，我一样可以把它 zoom in 跟 zoom out 用语音指令，都不要用到手。收放等级3。好，那大家看到这边有个紫色的这其实是我用 gyro sensor， 我往上看，紫色就往上；往下看，你就想象有个100寸的虚拟的照片在你面前。所以我现在想看料号，我就看左上方，头往上看，冻结视窗。所以这个图料号就被我定下来。好，我再强调，早期我是要拿这个纸本，我看完料号我记起来了，我要领料我再手再空出来。那因为我眼前有这个画面，像我第1行的料号是530-210-3051-011，我在看着我眼前7寸的平板，所以我读得到资讯。对，在我眼前，我一直讲我有个7寸平板，在我30公分处但你们看不到，所以你带上去你就看得到，这就是工业元宇宙。好，那比如第2行的料号是511-20301-011-001，所以我就可以依这个 SOP 来做这件事情，而不需要我还要拿着纸本。所以对第一线人员来讲有2个好处，第一个我双手是空出来的，第二件事情是我眼睛看得到周围。我们常常有，如果这个是高压电，它可能因为被智慧眼镜或是它专心看的纸本会被电到，所以安全。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谈的，我们有 IP66 的防水防尘，2米的落摔，以及我军规等级的认证，所以听起来很像一个军规平板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一个军规的像 Enjoy 的装置戴在头上。对，续航力的话，1颗电池有6小时，同时在我左边有个电池仓，我可以更换电池。在早期的手机或平板是可以换电池的，所以我们只要带备用电池出门，不关机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换电池，不是专用电池，锂电池要能充电的。对，而且呢，它1颗电池有6个小时，2颗就有12个小时。在不关机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做电池的更换。这个是我们为了让第一线人员，你也知道，假设我们手机没电，我要找个插头插，或是行动电源，但不用，这个直接换电池。大概10几年前的手机才有这种设计。IP66。对，第一个6是灰尘嘛，第二个6是水，所以基本上户外的雨天的水这是没有问题。2米落摔，但不太容易找到2米身高的了这个因为我178嘛，所以这个落摔都没有问题。对。